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双鱼玉佩，探寻彭加木失踪的真相。有人说彭加木是对罗布泊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一个超时代的遗址，并且还得到了一枚双鱼玉佩，因为触发到了其中的机关，所以发生了一些离奇的事情。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双鱼玉佩它是什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其实叫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它的外形，而是因为研究人员在用一条鱼做实验的时候，初次发现了它的功能。只要玉佩发生作用，一条完全相同的鱼就能够被复制出来。科学家们为了证明这两条鱼之间的关系，在原始的鱼侧身做了一个标记，复制的那条鱼在7个小时后侧身也出现了这个标记，只不过它的位置是相反的。随后科学家们又对其中的另一条鱼注射了药物，这条鱼很快就死掉了，但却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情，剩下的那条鱼依然还活着。但是时间又过了7个小时以后，剩下的那条鱼也死了。于是也就证明这两条鱼其实是同一条鱼，只是因为这个玉佩的特殊功能，呈现两条处在不同时空下的两个不同状态的鱼。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罗布泊这个地方。在4000到3500年前，位于罗布泊的西北岸有一个楼兰古国，传说有一些上古神族当时就隐藏在这个楼兰国中，他们与西藏相关，就居住在地下。据说当时罗布泊的地下深渊让他们在地下世界能与人间世界互相的传说。后来到了2300年前，楼兰人被肉质人给征服了，他们不仅让楼兰人让出丝路最大经销商的这个位置，他们还想让楼兰人说出与上古神族有关的一切事情。这时的楼兰人誓死要保住这个秘密，把与地下神族的沟通给断绝了。后来时间又过去了100年以后，肉质人被比他们还要恐怖的匈奴人给打败了。匈奴人为了得到这些上古神族的秘密，不惜毁掉整个楼兰。楼兰人中有不少人反对，不想看着楼兰的文明就这样抹去，于是他们向匈奴人的敌人汉朝的使者傅介子求援，条件就是上古秘密作为交换。公元前77年，傅介子用计斩杀了楼兰王，最终汉朝人得到了上古神族的秘密。然后他们从四面攻打匈奴，从此匈奴逃到了东欧。之后很快大汉又被新莽篡位，我们之后会说到这个王莽。又过了450年，这个时候罗布泊已经开始迅速的干枯，之前的秘密都已经被风沙掩埋了，但是还是留下很多传说。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是1957年到1962年之间，有许多青年听闻传说，想去那里淘一些古物，但是去过的人回来之后都变得很不正常，疯疯癫癫，谁也不知道具体他们发生了什么。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就能变成2个人，而且是一模一样的2个人。但是这2个人的内脏和生理结构竟然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行为举止怪异，见人就咬，被咬的人不久之后呢，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就和丧尸很像。这也就是罗布泊镜像人现象。当时已经有人对这些青年带回来的一些拓片和一些古代的装饰品碎片，还有一块玉莲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是当时局势动荡，文革爆发，政局瘫痪，这个调查也就被搁置了。但罗布泊究竟有多大的吸引力呢？在中国重新走上正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科考队进入罗布泊，其目的就是去寻找楼兰人遗留在那里的上古秘密，而这次的科考队正是彭加木团队。那么彭加木他为什么会失踪呢？其实不是这个人找不到了，而是出现了2个彭加木。在此情况下，只能对外宣称彭加木是失踪，其实这是官方对我们隐瞒的真相，因为破解不了，所以不想公布于众。首先我们从这个疑点说起，在官方资料中说，他们是去寻找罗布泊的钾矿的，表面看似一个很普通的考察。但是我们来看这科考队的主要成员彭加木、沈冠冕，他们都是植物学家、病毒学家，其余的队员呢也都是这个方面的专家，还有民间的专家。如果他们是去寻找钾矿的，竟然没有一个地质学家，所以他们对外宣称找钾矿就是一个幌子。有人说，其实彭加木的团队在罗布泊就是找到了上古神族的遗址，他们在这个遗址中还发现一些能够使用的设备，这当中就包括双鱼玉佩。但是网络上又流传出一种新的说法，说彭加木其实还有一个发现，那就是他们找到了几十年前镜像人丧尸病毒的源头。
这个病毒被封印在植物中，并且危害极大，传染性极强，它能通过体液和血液进行传播。一旦有人食用了这种植物之后，它就会迅速被病毒控制神经系统，让机体分泌出超量的激素，机体变得不知疲倦，没有痛苦，可以一直的奔跑，直到这个机体不堪负重，彻底坏死为止。于是彭加木携带着双鱼玉佩和封印的病毒植物标本回城了，但是他并没有带着他的队伍原路返回，而是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这个做法其实很让人费解，他这么绕路的目的是什么呢？彭加木和王莽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时间再回到上集的故事。彭加木留下了一个找水的信号，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的原因，极有可能就是双鱼玉佩复制出来了2个彭加木的真相。但是官方为了向外界彻底掩盖这个上古秘密，他只能对外宣称彭加木已经失踪了。为了坐实彭加木失踪的这个事实，前后组织了6次对彭加木的搜寻，最后再告知一无所获。但是真相或许离我们越来越远。时间我们再穿越回2019年，这是双鱼玉佩曝光的第10年，网络上又开始出了一些后续的事情，说军方从80年代一直开始调查异事件，掌握了很多关于上古的秘密，但他们发现这些秘密科技作用于我们这个时空，还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时空。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关乎着整个人类。于是军方制定了一个计划，让一位穿越者回到古代，回到楼兰秘密刚被泄露出来的时候，在历史上把这些秘密彻底的摧毁，从而来保证我们这个现代时空的单纯性。那么刚好有分身的彭加木就很适合这次计划。彭加木让一个分身留在现代，他传递情报，另一个分身再回到汉朝，成功夺取大汉的江山，并从汉朝那里继承了刚刚泄露出来的楼兰秘密，然后把这些楼兰的秘密集中的销毁，然后立刻安排这个本不应该在历史上出现的朝代迅速灭亡，这个朝代就是新莽王朝。彭加木回到古代也重新改了名字，叫王莽。我们可以去网上查这个王莽的新莽王朝，它真的就仅仅存在了15年，然而就只有王莽这一任皇帝。这个推测也是有依据的，因为王莽在政治作为与彭加木当时所处的新中国政策高度吻合。在当时的汉朝，王莽就发明了游标卡尺，解放农奴，平均地权，还主张人人平等，并且他还设计了短裙。这个故事听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但是4集全部听完的粉丝们，你相信这个结果吗？科学都无法解释的神秘真相。第一个用晨露水和朱砂混合，将其涂抹在玄关门底下，可以防灾避险。第二个家中的东南角放置一个文昌塔，家中如果有学习的孩子，他便会事半功倍。第三个将红枣和桃花叶用香囊装好，随身携带，异性缘很快就会上来。这就是鲁班生理的衍生术。这3个是全书里的冰山一角，因为鲁班术它分为上下2册，上册我们看起来它极为正常，可下册都是神秘的玄学，家中的内外的布局方法和手段，有的是为了旺盛，但有的是让你看完都汗毛直立。这本书我就放在购物车里了，大家如果好奇可以收藏一本。